让我们觉得比较严峻的话题，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当在座的同学们60岁的时候，我们中国有多少老年人？我们一个国家就超过了所有这些发达国家的老年人的总和。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再往后，我们的老年人会超过少儿人数的1倍。人口老龄化究竟是好是坏？老人的一句话，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智慧养老，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使我们能够更加独立。什么是智慧养老？如果家里头老人有了痴呆、失能，能不能放心他自己待在家里，用这些智慧养老的方法替代人？智慧养老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我爸在家正坐在那儿看报纸，突然一个东西，2轮儿一个杆儿支着我的脑袋过来，啊！不用回去看他们了，平时我都用手机监控爸妈就行了。智慧养老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杜老师，您认为这个还需要多长时间？智慧中国，引领美好未来。本期演讲者杜鹏。迎高考，祝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引领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来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编导告诉我说，撒老师，这期节目其实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我说为什么？什么主题？跟我有什么关系？说这一期的主题是关于养老。我说我要考虑养老问题了吗？编导说应该考虑了。后来我想也是啊，你想88年的孩子到今年都30岁了。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眨眼，你信不信？你就跟我一样大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跟所有人都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又不是简单的从社会政策层面来谈论今天中国的养老现状。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话题是养老当中听起来非常新锐，而且让人感觉科技含量极高的，叫智慧养老。什么叫智慧养老呢？我们今天专门给大家请来了一位专家，他将为我们智慧中国系列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智慧养老来贡献他的智慧。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有请。你好，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各位请坐。首先想让各位猜一下，杜教授多大？大家猜一下，不要看发型，不要被杜老师的发型所迷惑。研究学问的人啊，往往外表上会有欺骗性。猜一下，杜老师是50，胆子再大一点，40。胆子再大一点，35、30。现在年轻人会聊天吧？是，还有喊18的。其实，您今年应该是55。您如何定义您的年龄？您会把自己放在哪个阶段？那还是挺典型的中年了，啊。哦，您这么乐观。但现在您看到网上就大家开玩笑。连80后、88年的孩子，今年满30嘛，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步入中年，就是在中国人的印象当中，似乎中年人是30、40岁，好像一到了50多、60就感觉奔老年那个方向去。对，所以这个中间也没有清晰的，如果说非合在一起说，现在有一词儿叫中老年。对，有中青年，对，中老年。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进入老年，
您每天上下班路过广场的时候，您有不由自主的想过去跟着一块儿舞动的那种欲望吗？舞动倒没有，但是我爱看，我非常注意观察不同地方老人在做什么活动。对。您是做学问研究需要，所以您会去观察这个群体。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希望大家真的还是要注意，年龄阶段的划分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今年42、43，大家认为我应该是属于中年还是青年？少年，真会讲话。我不知道您是否看到过去年2017年联合国卫生组织有一个关于年龄阶段划分的一个大概的标准，我们做了一张图片，您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是否相对科学。44岁以下是青年人，我还差2年，还差2年。45岁到59岁为中年人，所以您刚才说的是对的，就55岁应该是在中年人。60岁到74岁，这个跨度就有点大了，一下子15年当中都叫年轻老年人。你说他是年轻老年人，他仍然是老年人。对，但这个概念我是第一次听说。刚才你前边讲，比如说80后、70后就觉得是不是老了？其实年轻人是用每10年一代在划分。我们讲80后、90后。但是呢，到老年人这儿，我们是把60岁以上老人都叫做老年人。我们既然80后和90后差10年，我们认为很不一样。但我们为什么觉得60岁以上老人都是一样的呢？60多的、70多、80多老人，其实他也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个年龄的划分，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带来的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比较严峻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而且我知道您是研究老年学。是，我学习老年学的时候是30多年前，当时很多人你要讲说你在大学里学什么专业呢，做什么研究，我说老年学，人都不知道说你要解释什么叫老年学，什么叫老龄化。但是到了现在呢，其实大家说进入老龄社会了嘛，说你真会选专业，那个时候就选了这么一个热门的专业。实际上它的研究主体是老龄化，它老龄化不等于老年人。所以这个过程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老年，而不能就老年去关注老年。说到养老，大家对这个词儿不陌生。您今天要给我们讲的叫智慧养老，您能用一句话就是通俗易懂的，让我们立刻感知到什么是智慧养老吗？智慧养老呢，简单来说就是用我们现代的信息技术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使老人能生活的安全，能够更加独立。安享晚年一直是中国自古以来对老年人这个群体最大的祝福和期望。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杜教授，有请杜教授为我们开讲。从一开始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过没有，当在座的同学们60岁的时候，我们中国有多少老年人？就像大家一样进入到老年的，有多少人？3亿、4亿，还有吗？大家现在20多岁，进入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有5亿人。那么这个数量大不大呢？就说看怎么比，所以我们就先看现在的现状。我们中国到去年的年底，我们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一共是2.4亿人。1950年，全世界的老年人全加在一起2.2亿人。我们现在一个国家2.4亿人。到205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发达国家老年人全加在一起还不到4亿人。那我们一个国家就超过了所有这些国家发达国家的老年人的总和。也许有人说我们本身人口就多，那我们即使有5亿老年人也并不可怕。但是到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整个的人口如果还是14亿的话，有5亿老年人，再有1亿多将近2亿的少儿，老年人的比例就会达到整个人口的34%左右。
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看，就是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呢？就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这就是我们将会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将来大家面临的这个社会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改变。2016年底，老年人数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少儿人数。大家可能并没有感觉说它超过了又怎么样呢？几千年以来，我们中国都是小孩多、老人少的社会。再往后，我们的老年人会超过少儿人数的1倍，甚至于超过2倍。那么讲了这样一个老龄化的趋势之后呢，可能大家会有另外的一个想法，就我们一直在谈到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好像都觉得是对我们自己产生了压力，也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担。那到底人口老龄化是好事还是坏事？1982年，联合国呢在召开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之后，在它的行动计划里边，就对人口老龄化做了一个定义，说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是好事儿。为什么是好事儿？人口老龄化产生主要是2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出生率的下降，第二个呢是死亡率的下降。我们看到在生活中呢，过生日的时候，祝大家是健康长寿，家里的老人长命百岁。那么越来越多的家庭实现了这个目标，它当然是好事儿。出生率的下降也是，当然大家可能会想啊，生1个孩子是不是太少了？那如果现在大家在座的，我问，有没有想生4个孩子的？有没有想生3个孩子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为什么不要4个孩子，不要3个孩子了呢？它就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进步。1950年代、1960年代，我们国家每一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这个背后它的变化就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就是我们追求的这种进步带来的后果。所以大家越来越多的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保证自己的生活，而不需要靠生很多的孩子给自己来养老。甚至于到2050年，一些国家，日本、意大利、西班牙、韩国，会达到40%以上的人口都是老年人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所以说，如果到今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要想在家里头给老人提供帮助，如果家里头老人有了痴呆，如果家里的老人他失能，或者说这家里头老人能不能放心他自己待在家里，会不会出现危险？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保障老年人的安全，能够使我们子女的这个照料压力，一方面能够减轻，得到帮助，另一方面使老年人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安全，他的生活质量更高。我们就顺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就会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智慧养老。那智慧养老呢，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已有的这样一些服务，解决安全的需要，一直到他的独立生活，到参与社会的需要。智慧养老呢，它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是2014年的10月，大家如果查那个时候的新闻，在浙江的嘉兴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老两口一起生活，孩子呢在上海工作，老两口里边呢，这个女的这个老人呢，她是失能，躺在床上不能动。这个男的这个老先生呢，身体非常好，啊，每天上下楼啊，出去买菜啊，邻居都能看到。但是有几天的时候，这个老人就不见了，大家就看不到他们。邻居呢也并没当回事儿，就觉得因为他儿子在上海啊，是不是接到上海去了呢？儿子往回家打电话呢，他爸没接，他也觉得他爸是不是出去买东西去了？过几天又打又没接，再往后边呢，抽时间回来看的时候，发现老两口都已经在家里边去世了。啊，那个老先生呢是因为意外倒在地上，女性的这个老人呢是因为过了将近1周的时间，她在上边也没吃的，没人照顾，那么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悲剧。我们现在如果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信息技术这么发达，
有没有办法去避免这种悲剧？那能不能去减轻大家对这个方面的担心？特别是使一个独居的老人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头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生活呢？所以智慧养老呢，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最基础的一个应用，就是它可以用于保障老人的安全。大家有时候跑步，你会带一个腕表，会测心跳，或者最开始我们说血压计可以测血压，那这些都是和互联网不连着的。那如果说老年人他的血压、心跳，他监测的这些实时的数据能够传导到一个服务中心，那如果有异常的时候，就有这种预警，就使人赶紧来跟他沟通联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这种情况的危险的发生。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基于一些便携式的电子产品，其实是可以测出来人们在房间里跌倒的，它的高度变化是超出我们正常放一个东西的速度，人家是可以来电话询问你是不是摔倒了，还是手机就掉到地上了。依托我们现在的电子产品，如果和我们外界的这种互联网和求助的这个中心、服务中心联系起来，这才是智慧养老。那么第二类呢，是一些辅助性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帮助老人自立的。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要到浴室呢去洗澡的时候，有这样智能的这个设施给他能调节水温。如果泡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还会把水放了，避免老人在里边呢出现这种意外。这些是什么呢？它有一定的隐私性。那老人希望呢，我自己就能把这事儿做了，啊，我并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现在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这些智慧养老的措施能帮助老人增加这种独立性。我觉得在这个之外呢，在它再之上，是老人与人交往、学习的这样一个方便的环境。你比如说，我到芬兰的时候，我看他社区里边呢就有一种设施，在冬天的时候，老人他想去跳，刚才小萨说广场舞，天气不允许，他的身体呢也不允许，他不能这个天开车出去，所以他就有一个智能的终端。他这个电视里头显示的呢，就是一个教练带着他来做操。其实你到了那个教练的那个终端那儿看，他这一面墙上有很多终端，他在同时面向一批老人，他在带着他们做运动。但是每个老人呢，他自己在家里头，他又觉得呢很有归属感，减少了他在家里边的孤独。我们智慧养老呢，它是为了安全、独立啊，那么到在上边呢是他的尊严呀。如果我们和老年人交往，年轻人会有许多想法，就觉得我跟老人可能尊重他，但是并不想多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甚至于说话的时候我很小心，会不会老人不喜欢我这种方式？2000多年前的这个古罗马的西塞罗，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叫《论老年》，在中国的文化下是说不敢去谈死亡。西塞罗当时70岁，他就写了这篇辩论的论文。他说：“你现在20岁，我现在70岁，咱们谁怕死亡？”他说：“我70岁了，很多事情、很多地方我都去过，我也结婚成家，游历了很多地方。他当时还当过古罗马的执政官，所以他说，很多老人其实他已经实现了许多愿望，他能够比较坦然地去谈论这个问题。那么倒是年轻人应该更加的积极地去面对生活。”其实这篇文章呢，它给我们提出的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说我们对老年人的一些看法，可能并不真是老年人惧怕的那样。你看，有时候你到贫困的地方去，到很偏远的农村，老人穿着过去的那样一个旧的一个中山装，那是他最好的一个衣服，他来接待客人，是很重视这样一种礼貌。他背后是什么？就说是他的尊严。我在美国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坐在那椅子上，就上来一个老人，所以我就站起来给他让座，他就给我摁住了，他不让我站起来，他就问了我一问题，他说：“你为什么给我让座？就你怎么讲？一类你就说，我觉得你太老了，是吧？所以你很虚弱，我呢要帮助你。
你是一个就说这个是一个弱势的。那很多老人他可能不愿意这样一个答案。另一种呢，就是说我尊重你，啊，我尊敬你。还有那个老人他就说一句话：如果出于尊重，那应该我需要的时候我问你，哎，你能不能这个帮我一下？这是对我的尊重。你一上来就站起来说，你就给我让座，你显然是觉得我比你要弱。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也是，其实很多老人他借助这些设备的时候，他是希望呢你能够平等的去看他，而不是把他看作成一个弱者。我想当大家到了老年的时候，也一定希望别人这么看待自己，而不是说你去帮他，是说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借助这样一些智慧养老的手段，使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独立，更有自尊。我们在智慧养老的解决方案上，那如果再往前去做，我想呢就是我们的智慧中国。那智慧中国呢，它既包含了现在的许多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啊，很多的这个建设。智慧养老它一定会是智慧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如果拿现在的一些方式来类比的话，我们会对智慧养老、智慧中国它的解决方案呢也有一种期待。我们如果比较一下，我们为什么在互联网上买东西？为什么在互联网上你去订餐馆？第一个，更方便的选择，更快捷的服务。当我要给老人购买某一种产品，提供某一种服务，解决他的这种担忧的时候，我能够在很多选择里头，能够很快得到这服务。我今天提出这问题，可能明天就有人能够来提供服务。同时的话呢，它能够是经济上更合算的。你现在到市场上去找一个照护的人员，还未必是符合你真正需要的。那么，如果我们将来智慧养老的方案能够把我们已有的服务资源和老年人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更好的对接在一起，它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的一种解决的方案。所以，这是智慧养老它的生命力所在。它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使相关的服务能够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需要。那么，所以说，智慧中国将来它会也使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服务和产品更加的集合，使我们的智慧中国建设更加能够在这些老人身上使他们受益。当我们现在呢已经出现这么多老年人，我们已经有很多青年人在关心老年人的时候，也是一个智慧养老大幅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那最后呢，我也想呢，就说，因为我们在谈论智慧养老，应该说大家还会经常听到老人的一句话：我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智慧养老是朝着我们能够尽可能的自主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养老。也希望到那个时候，大家进入老年的时候，应用了这些智慧中国的方案、智慧养老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更加独立，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谢谢大家。谢谢杜校长，谢谢您。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谁还记得刚才杜老师开讲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当你们进入60岁的时候，中国有多少老年人？5亿，这个数字太惊人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一听到这个数字，赶紧互相看了一眼，说：“我们还是从现在开始跳广场舞吧。”要不等到60岁的时候没地儿了。在您演讲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写了一些小纸条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首先第一个，技术的便利会不会在未来为子女提供了逃避赡养老人的理由？就是只要我有钱，我给家里全部一套智慧的东西弄完，我不用回去看他们了，平时我都用手机监控爸妈就行了。这个问题呢，它也是智慧养老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将来能不能用这些智慧养老的方法，
替代了人。人的亲情。说有人说可以用养个机器宠物，可以去给老人，甚至于我完全用机器，可能把他一天的生活都能安排得很好，包括喂饭。但是，他还是一个人，他要靠和人的接触来得到这样一种关怀。所以说，技术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它永远代替不了子女对老人的这种亲情。我想，我和别的老师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到了过年，到了每次放假，我赶着他们回去看父母。别的人可能是说你在这儿玩一玩，我说你这恋爱都可以晚一点谈，你这个过节的时候都要回去看一下父母。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一天发很多朋友圈。我们每天把自己吃什么、看见什么好看的，我们有什么样聚会，都在朋友圈里分享。有哪些人把自己看到好玩的好看的给了父母发过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其实他每天都在关注你。去年呢，曾经我看到一个报告，这个其中一段话打动了我。这个老人就说什么？他说他为什么用手机？他为什么要看朋友圈？他说只有在朋友圈里，我才能看到我孩子一天在干什么，在吃什么，要不然他都不跟我联系。哦，那这个老年人是幸福的。是他还因为会很多不是很多年轻人把自己的父母移出群了，屏蔽了。对，就自己发朋友圈，有很多时候有没有？没有吗？我听说是有些年轻人就把自己的父母分组分到那种就是完全就基本什么都不让他看。所以呢，技术替代不了子女，子女呢有时间的时候，经常打个电话也好，发个微信也好，能够和父母交流一下。这到什么时候？父母还是非常关心着大家。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养老，除了大家从技术层面理解“智慧”这两个字，也包括我们人的智慧。就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智慧，让老年人真正的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温度。不是说智慧养老就是我买一堆智慧产品就算替代我了，这个我真有体验。我2年前，我曾经在家里试用过一款机器人儿，那个机器人就是俩轮子，然后一个杆儿，上面有一个方块，你可以把 pad 放进去，然后把自己的脑袋投射在那个 pad 上。比如说我在家，我控制这个机器人，在我爸屋子里去找我爸，然后这个机器人就过去，爸，因为我的头像在那个 pad 上面，用了1次，我爸说吓死人了，说我爸在家正坐在那儿看报纸，突然一个东西俩轮儿一个杆儿支着我的脑袋过来，爸，真的，我爸说别再弄了，太吓人了，说做2天噩梦。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有时候我们用心是好的，但真的能否代替？我觉得这也是个智慧。有一个观众，他的问题，他也不是问题，但是他这个感慨很有意思。听了杜教授智慧养老的演讲，我要从现在开始好好调整作息时间，努力做好一个智慧型空巢老人。这已经为自己未来设定好目标了。是哪位？我能认识一下吗？哦，这位，你为什么在屋里还穿个羽绒服啊？哦，你现在就很会保养自己。我从现在我就开始养生了，已经。开始养生了哦。对。一天喝几个枸杞啊？早上会喝。真的假的？你今年多大？冒昧问一下。我今年20。你是如？你看到没有？20岁就开始喝枸杞。未雨绸缪。所以就是从现在起，一个是保持健康状态，但为什么是空巢老人？我是单身主义者。姑娘，你才20岁，谈这个有点早了。我敢保证，没个2、3天，当一个帅小伙进入你人生的时候，你就会忘掉今天的一切。到那个时候，我再把这段视频拿着放给你看，你会觉得啊、哦，太好玩了！我当年竟然是个单身主义者，哈哈，带着5个孩子说，看你妈妈当年多有个性。但是空巢啊，它和单身不单身其实关系不大。到你们进入老年的时候，仍然会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不会和子女住在一起，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那样，他可能有孩子也不在身边，分开住。哎，对，所以说呢，别把空巢当做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呢，就是我们也不用给他贴一标签，说身边没子女，他就是困难。那么更多的还是聚焦在真正生活上需要照料的这部分老人，要更准确。所以说也不用对空巢那么悲观，啊。谢谢您，继续好好保养啊。您刚才一下子把这2个字啊，更客观理性的给我们分析了。所以空巢并不是一个判断老年人生活状态的一个硬性指标。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都能想象出来这个观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那个表情。请问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变成老年人以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群体特色呢？比如说变得更活泼，更会运用互联网，更独立。真的这么自信吗？我觉得呢，这个答案是确定的啊，哎，确实更活泼。对，因为大家是将来一起进入到老年的同一个队列的人。你们突然有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吧？互相手牵着手一起。对，因为我们讲90后也好，80后也好，其实他就是讲一个队列，一批人，可能到了老年，他仍然会保持这样一种性格，他一定会展现出你们这个80后、90后一种新的特点，所以会打上这样一个烙印，会和现在的老年人很不一样。因为有这种自信要更好，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应该更有条件去做到，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社会环境应该更是张扬这种个性，就是我们的一种自信，一种独立感。但是有这种积极的心态，就是虽然我现在就很活泼，但是到了老年以后，我仍然能够是一个活泼的老年人。我觉得这种心态要更重要。智慧养老的发展呢，会在外部的环境下去促进这样一种条件，所以非常好。活泼的老年人，老年人有一些很活跃的。现场我们6位青年代表，来。小蔡老师好，杜老师您好，您是研究老年学的，那有没有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就在想，说以后我进入老年之后，我期待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样的？其实年龄的增长是一个必然，说时间不能造就一个名人，但一定会造就一个老人。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专题，能够做自己的研究，这就是呢我喜欢的一种将来的老年的生活。但是30年前您刚开始学老年学这个专业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智慧养老这样一个设想，因为那个时候连互联网都才刚刚起步。当时要通过这个研究，说明我们将来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那么到了今天，大家都了解老龄问题了，我们就是要回答，你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应对的措施？我举个现实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说给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免费进入公园和博物馆，有人就会问，他为什么掏不起那2毛钱呢？不是因为这2毛钱，让他出来，他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他觉得你尊重他。我们的军人也是免费的，那是一种尊重，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所以说，如果真是解决了、研究透了，对很多老人能够提供帮助。我听明白了，杜教授感觉是一个研究型的老人。杜教授是个研究型的中年人，对，将来，将来。因为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现在体会就非常的深。比如说今年春节7天假，大家是春节7天乐，我们是7天水陆空。我跟我先生2个人要在7天之内完成3个城市的往返，因为我公公婆婆、我父母还有我和我先生在3个城市居住，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说实时陪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可能有些年轻人觉得时时刻刻跟父母住在一起，对于我们和父母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儿。那杜老师，您觉得这个算是一种不孝吗？我觉得这个住不住在一起和孝不孝呢是完全无关的。对，它关键是说呢，跟老人的交流是不是让老人得到这种亲情？其实，老人需要的也不是说天天你在他身边陪伴。老人经常说2句话：工作忙就别来了。但他其实心里想让你来。是，但是又怕影响你工作。那么等你年龄大一点以后，你可能就会去想，我是不是就忙到那种程度？
我们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聚会呀，是在玩啊，但是是不是就忙到我连看老人的时间都没有了？其实你将来和上了一点年纪的这个老人和自己的父母相处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问，你就跟着他待半天，他缺什么，他最希望要的是什么，你马上就能看出来。你比如说，你跟他做一次饭，你就知道其实他的牙、他的口味的这种变化，他在厨房里头这些哪儿该脏了，哪儿该帮助他做一些改进，而不是坐在那儿，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买点这个，买点那个。跟老人相处，也还是有许多能够自己醒悟的东西。谢谢杜教授，谢谢小撒老师。你爸妈现在最需要什么？我妈妈应该是特别希望别人跟她聊天儿，所以我经常打开手机就会收到她10条、20条的语音。这就是一种跟子女想要多沟通、多交流的这种期待。但是，比如说我跟我爸就没法视频，因为他永远每次视频的时候他都放到耳朵边儿，我的屏幕上看到就是他个大耳朵。我说爸，你不用放耳朵边，这不是电话，这是视频。哦，好的，我知道。还是继续这么聊，就像您说的，跟他几次以后，我就知道哦，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沟通的方式、交流的方式。包括你们也是非常不容易，3个地方，但是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想办法，靠你的智慧。下一位，史涛老师好，杜老师好。我是一个从事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创业者。在这个早期服务老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老人本人对自己养老的一个期望就是吃饱穿暖、衣服干净，啊，甚至很多老人呢有病忍着。那我们现在智慧养老已经来了，怎么让老人能够去接受这种理念？像这种智慧养老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杜老师，您认为这个还需要多长时间？我觉得你说这种差别呀是存在的。我可以给你介绍另外2个数字，其实这个鸿沟也没那么大。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老年人1半是文盲，到现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不到10%。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大量的老人，他其实是有文化的，是完全可以接受这种新鲜事物。前2天刚刚有一个中老年互联网使用报告出来，中老年50岁以上的，这大概有5000万人在使用移动终端，使用现在的移动通信技术，在交流，在支付。如果我们现在看50岁的、40岁的、30岁的，就大家这个手机它是离不开。再过10年，他很自然的就把这种习惯就带入到这里边，或者更先进的终端设备，那时候可能都有。我想新一代几乎人人，特别是在城市里都拿着手机的这些人，进入老年的时候，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所以我觉得呢，在现在越早的进入这个领域，我觉得将来发展的机会更处于先机。听了这个杜老师您的话，我更加有信心了。加油加油！谢谢。下一位，来。小撒老师、杜教授您好，我是一名从事公益养老行业的大四学生。在来开讲啦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小撒老师在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群体里非常的受欢迎，所以我今天也作为搬运工带来了一份小礼物。这个是我们的几位爷爷奶奶写给小撒老师的一些明信片。然后你会发现，小撒老师除了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之外，还是我们爷爷奶奶心目中非常完美的女婿。哎，您可以看一下。让爷爷奶奶失望了。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在从事养老公益行业，所以我会跟爷爷奶奶他们接触的会比较多。太可爱了，这位奶奶。我喜欢看你的节目好久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你，但他们说你身高有点低，不够帅。可是我就喜欢这样的。这应该是一位女士，宋阿姨是吧？对对对。这些爷爷奶奶大概多大年纪？平均？他们在65到75之间。不是老年人开始喜欢我，而是我的观众们变老了。你想，今日说法开播20年，可不是嘛？当年他们就跟我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看这个今日说法，40多岁，现在看到60多岁，替我谢谢这些。谢谢。所以你现在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已经
要跟这些老年人要有很多接触。我其实跟杜教授有点像，我也是在20出头的年纪就去关注了养老行业，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去养老院去给老年人们去洗脚做志愿者活动。那个时候有个奶奶跟我说：“小李啊，我这个月已经洗了13次脚了。”其实那个时候对我的感触其实挺深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给他洗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是不是我们应该以一种新的模式去帮助老年人，去真正的服务他。像杜教授您前面提到的，满足他们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所以我后来把老年大学搬到社区里面，让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去到社区里面教老年人用手机、用微信。然后用各样的一些 APP 的一些软件，然后我们其实也有一些退休的老年人可以在社区里面发挥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的一些书画、才艺、象棋交给青少年。哇，太好了！我从事了3年的养老行业，现在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要去服务更多的人，就要先解决自己的自身的温饱问题，让我们的项目发展下去。那其实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我。您觉得怎样才能够让像我这样的创业更好的活下来，并且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好，我觉得这是从你努力的方向，并不是说我一上来就能够赚大钱。但先从我能帮助人家做什么，这是他本身的一个成长点。公益的、非盈利的服务都不意味着他要赔钱。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要看到，老人并不是说不想花钱，其实老人他有这个支付能力，他也有这种心理准备。但是你给他的服务是不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真能帮到他？其实老人的差异比年轻人差异还要大，因为他是一生中的这个特点的这样一个累积，所以它并不存在着一样的模式。你在做公益服务的过程中，是需要发现一个能够创业的，不是为了说从这些老人身上挣钱，也不是说就不能够真正是挣钱，是靠你的服务去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才是这个老龄社会和创业的一个结合。谢谢杜教授，谢谢。其实养老产业关注的是夕阳红，但它本身是个朝阳产业，而且它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加入。谢谢。加油加油！再次替我谢谢这些阿姨们。好，谢谢。下一位，杜教授好，小撒老师好。其实小撒老师在问杜老师有没有想过要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我觉得通过我的观察，跳广场舞的老年人更多的是年轻的老年人。年轻老年人。而我其实想到的是我的姥姥，她是这种年龄更老的这种老年人。姥姥高寿啊？今年88。88。对，可能还是偏向于去溜溜公园，比如说像我的姥姥，她在公园里就特别喜欢吊那个树，吊在树枝上，然后这样做拉伸，把树枝当成单杠。对，其实我也回去查了查，我觉得这样好像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对身体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而且还容易闪了腰啊、扭了脚啊，对那些花花草草其实也不好。所以我也去劝他，我说：“您看，您在咱们小区里边吊单杠多好，别老去吊这树了。”但感觉他好像就是表面上答应，但是还是依然我行我素，老年人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杜教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该放任不管吗？其实我觉得还是你是姥姥是吧？姥姥还是很积极的这么一个老人。对。哎，你说去那儿坚持这样一种锻炼方式，你看我们社区里头啊，也有一些老人活动的场所，包括你说单杠啊、健身的设施，但为什么他还会去到这个公园里那树上？我觉得有一些老人呢，一个他并不是直接奔着单杠去的。他可能顺便早晨也在那儿遛弯啊，也打拳呢。那儿可能有他的一些老朋友可以聊聊天儿。哎，他比较综合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不是直奔着那树枝那儿去，在那儿锻炼完了我就回来，他是有一综合的这样一个锻炼，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其实老人他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为什么他最多样化的活动体现在这公园里头？你看从早晨不同的，有唱歌的。啊，有这个在地上写书法的，有练葫芦丝的，还有给子女介绍对象的。其实他是对相亲的妈妈相亲的，所以他是很丰富的。随着我们老人越来越多，你比如说现在小区里都有，过去都是小孩的滑梯啊、转椅啊，现在有一些这种给老年人活动的转盘呀，对，各种一些健身的器材。开始有了，还有一个呢，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很多老人他跳广场舞，他不是仅仅是为了锻炼，是扩大交往，通过这个里头发现一些和自己
能够说得到一块儿去的，完了在一起出去玩，一起去逛街。那么也就是说呢，老人能够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对他的身心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果然，我还是对我们家老人这个了解不够深入，我可能还估计你是没有。姥姥早晨出去锻炼的时候，可能随身也带着你的照片和简历呢。搞不好在公园里碰到合适的也是，看这我外孙子有没有合适的来。因为我知道您也去到过50多个国家，和不同地区和文化的老人都进行过沟通，有没有一些和老人能够进行有效沟通的小妙招可以分享给大家呢？我曾经遇到过2次，我觉得感受呢非常深的。就我那个朋友啊，他也是老人，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呢就请我呢周日的时候早晨跟他开了1小时车去看他爸，陪他爸吃饭。到家里头去，后来我就去那儿，他爸就跟我聊天啊，什么这些。出来以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咱跑这么老远吃饭，我说你这怎么想的？他说你别看我爸这样，他呢在老年痴呆，他在一点一点的衰弱。他说我每周回来都跟他吃饭，但是你是外国人，啊，你给他带来更新鲜的这种感觉。作为他的子女也是老人，这种做法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我们有孝道的传统，但是我们能做到多长时间回去陪父母吃1次饭？这还有一个呢，跟老人沟通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跟同学们说的建议，就是放下手机，好好坐在那儿跟父母那儿聊一会儿，这样的一种心态，你到哪儿都可以和这些老人聊起来、玩起来，能够留下很深的印象。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沟通，你要相信，老年人一定知道你想不想跟他聊天。包括像杜老师说着，你一边聊着天一边爸，哎那个啊你稍等啊，哎那个什么就这样啊，明天你那个上午9点开会，哎我这个聊天的感觉就被打破。所以你想不想跟他聊天，他是能看出来的。一定要让自己首先建立起沟通的愿望，你才能真正获得他的敞开心扉的机会。下一位，我是一个摄影师，过去3年我一直在拍摄一个村子。空心村这个词儿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平时一个村子里见不到任何一个年轻人。今年春节的时候，村子里唯一一个年轻人，他也决定要离开村子去打工了。每年春节有那么10天时间，和平时就成了完全不同的2个地方，非常的热闹。但是这10天一过，年轻人就纷纷离开，甚至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年轻人逢年过节也不再回来了。这个就是刚才也有很多观众小纸条里问，就是总感觉智慧养老这4个字跟农村还是有距离。我觉得呢，就说智慧养老、智慧中国，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我们就是没有这个现代信息技术，城乡之间的这种差异依然是存在的。当然，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目标是要去解决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随着这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网络的普及，包括呢农村的这个养老服务的发展呢，会有助于解决这种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消失，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是比较积极地看待智慧养老，比没有智慧养老的措施，一定是使这些老人能够更好地表达他的需求，外界也更好地给他对接服务。所以我觉得今天说了这么多，也许没办法一下子在这儿把所有的内容面面俱到，但至少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的一种养老的可能性。再一次告诉各位，养老这个话题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此刻你们的父母正在老去，而你们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个老人，所以这是一个关乎全人类所有人最后的福祉。希望从今天起能够贡献你们的智慧和力量，真正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充满智慧的、有无限温度和爱的领域和行业。谢谢，感谢杜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